呀，卡萨耶，切布兰耶です。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棒的冷冻食品，就是这个大阪王酱羽根付き的饺子。羽根付き就是有翅膀，意思就是说你饺子煎好之后会有那个边边焦焦脆脆的部分。羽根付き就是一个饺子的精华，我自己也超爱羽根付き的饺子，咬下去就有那种啪哩啪哩，整个吃起来就是很爽快。羽根付き要去调那个太白粉水，最近就在超市发现这个，想说冷冻的饺子也可以羽根付き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就买回来做的话，结果发现它不只是羽根付き而已，超级好吃，而且分量很多，价钱也很便宜，重点是 very easy， 只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做饺子，它这个一包呢，里面是有12个，然后有2包酱料，后面还有写制作步骤，只有2个步骤。冷冻拿出来就可以直接排好加热，然后不用油、不用水、不用盖子，用中火加热5分钟。然后非常贴心，它也告诉你说中火要怎么看。然后第2步骤就是当你饺子的边边有点融化了，变成这样有点褐色，然后用个盖子盖上去，翻过来就完成了。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呢，可以扫这 QR code 去看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做喽。饺子的臭味，饺子香味，打开来是这种感觉，有12个，然后还有附2包酱料。它这饺子形状蛮特别的，就是它除了饺子本体以外，周围还有一圈。根据我上次煮的经验啊，它虽然一开始看起来是这个形状，不过它今天会渐渐融化变成正常饺子的形状，所以我觉得这周围那一圈就是它羽根付き的秘密。那我们现在直接来排咯，声音听起来超扎实，感觉很像冰块掉到锅子上的声音，听起来非常扎实。排好了，就要来开中火加热，然后计时5分钟。现在可以看到饺子的边边，刚才凸出来的部分已经慢慢融化，羽根付き的部分也慢慢出现了。我现在要让它把这些洞填起来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太简单了，不知道干嘛。讲到日式煎饺呢，日本其实有2家王酱，一家是大阪王酱，一家是饺子王酱。2家店都是日本有名的连锁中华料理店。据说大阪王酱跟饺子王酱是兄弟分家，所以菜单的重复性很高，饺子也是常常被拿来比较的对象。那至于哪一家饺子好吃，我们就来访问看看大阪人的艾克老师。大阪人としてお答えします。いやー、正直餃子の王将うまいっすね。あ、でもすいません。餃子だけは大阪王将最高っすよ。好啦，其实好不好吃是看个人口味啦。不过2家都有进驻台湾，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吃吃看日式的中华料理店哦。现在时间到了，然后也可以看到边边开始出现一点褐色了。觉得这样差不多可以了，那我们就关火，然后来挑战最难的翻面。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盘子，有点紧张，来盖上去。3、2、1，喂！哇！我妈超级成功，超美的！噔噔噔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噔噔噔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先来沾个它附的酱汁。很好吃，它真的是外皮就是算蛮 Q 的，然后里面料我觉得饺子的内馅虽然不是说到非常饱满，然后它翅膀部分是非常的酥脆，因为现在日本天气比较冷嘛，其实它已经有点冷掉了，可是你还是可以听得到它的声音非常脆，很脆，跟你在店里面吃到的感觉一样，就是你不用怕自己煎会失败，因为它只是写得非常清楚，很简单就可以完成。我觉得吃饺子要配一个东西，期间限定火肉柚一是白桃和橘子口味的，干杯！好喝，火肉柚它每次期间限定包装都超可爱，这次也是整个少女心喷发。
疫情的关系嘛，比较少出门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这样子，他就出了这一款在家吃也像在外食的感觉。日本冷冻食品真的很厉害，它是非常多的种类，非常多的牌子，非常多的口味，从基本的意大利面、炒饭啊都有，非常多元。然后竟然连这种就是有翅膀的饺子都可以做出来，真的很厉害。因为他们冷冻食品实在太好吃了，几乎不输外面买的或者是家里煮的。像我很多同事，他们上班午餐，他们不是吃泡面就是吃冷冻食品。你做成这样，谁还会想要自己煮？所以我有想说，以后要来拍一系列日本冷冻食品的比较，不知道大家有兴趣看吗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留言告诉我哦，也许我就会做冷冻食品系列给大家看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不喜欢就有缘再见，拜拜。